中国的5大朝代唐宋元明清，究竟哪个朝代最厉害，在世界上最有实力？不能简单的用人口、先进程度或者领土面积来比较，因为越往后自然就越有时代红利。应该把每个朝代放回它所处的时代，横向对比当时全球的文明层级、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这5个朝代到底在世界秩序中是什么地位。欢迎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查史不易，没有天理。节目的长久更新离不开您的支持，烦请顺手点赞、关注并转发我的频道，谢谢。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蒙古帝国的版图规模堪称人类古代史上最大的陆地帝国，单论军事，在当时世界几乎没有对手。元朝本身的国土面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370万平方公里，是5大朝代里领土面积最大的。但这份霸气并不能算成元朝的实力。我们得直面这样一个事实：元朝治下的中原只是一块殖民地，和那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完全是两码事。因为没有人会把殖民国的国力等同于殖民地的国力，而元朝对中原的统治也是史无前例的粗暴和野蛮。他们从来就不认同华夏文明，从不投入，从不滋养，更不会 care 老百姓的死活，只会一味索取。自始至终就把中原当成自己的提款机、物资后勤库和随便掠夺人口的资源地。元朝还有4等人制度，蒙古人排第1等，色目人是第2等，也就是现在的新疆、中亚5国、伊朗、阿拉伯以及部分欧洲各地的族群。北方汉人被划为第3等，勉强撑了100多年的南宋版图中的南方汉人被收编的晚，成了最底层。在这种歧视压迫的体制下，元朝只是一个被蒙古帝国绑架了的奴隶，根本不具备大一统王朝该有的统治根基和国力。政治上完全服务草原宗主国，经济上完全单向失血，老百姓连基本的生存都很困难，文化上就根本谈不上对外辐射影响力，就连最强大的军事威力也只能算是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附带而来的结果。元朝只是在夸张的版图外壳下不断被敲骨吸髓的蚕宝宝，国家的运营完全靠武力压制维持统治，因此元朝的综合国力垫底实至名归。清乾隆时期的版图也有1316万平方公里，只比元朝少了54万的面积。按理来说也算是东亚强国了，但它横跨的17到20世纪正好是人类从农耕文明迈入工业时代的拐点。同一时代的欧洲已经完成科学、制度和工业革命，海外殖民已经颇具规模，而清朝思想禁锢，康乾盛世其实只是地盘大、人口多带来的自然发展，在很多层面上社会还在倒退。它施行真正意义上的闭关锁国，继明朝之后再一次错过了文明升级的好机会。等欧洲列强靠工业和远洋实力称霸全球时，清朝还做着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晚清那就更不用提了，跟宋朝一样的割地赔款，成了事实上的半殖民地。纵观清朝全程，鼎盛时有超大的实控版图，庞大的人口和经济体量，是曾经的东亚霸主。后期外交失败，战争失利，彻底掉进了弱国行列，但平均国力远胜元朝，排名第4。如果不把册封地和只是名义上归顺的地盘算进去的话，明朝的实控面积只有400万平方公里。但是和清朝不同，和亲纳贡
各地赔款一个都没有。明朝秉持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风骨，因为兵强马壮，统治稳固，所以就算皇帝30年不上朝，整个国家照样能正常运转。这种稳定性在其他朝代是罕见的。同时期，大航海时代开幕，欧洲文艺复兴，西班牙、葡萄牙全球殖民，奥斯曼土耳其雄霸欧亚非，大明也算是当时的列强之一。但是经历了元朝简单粗暴的100年统治后，文明断层，再加上剥皮皇帝朱元璋和朱十族皇帝朱棣的一通收拾，明朝的文人再也不敢自由思辨，不敢突破教条。唐宋那种百家争鸣、向外探索的精神底气彻底消散，就连朱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么丧心病狂的论调都能被奉为纲常。这种僵化到极致的价值观，压抑的不能呼吸的精神气质，和明朝发达的工商业、雄厚的国力家底形成了极其割裂的反差。可偏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明代又诞生了中国古典小说最辉煌的时代。这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朱明王朝对思想上的禁锢，文人已经很难自由表达想法了。于是乎，大量才情在民间文学那里找到了宣泄口，人们开始借历史、魔幻、市井、江湖这些题材去影射和表达欲望。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在明代写成的。上层禁锢的越紧，通俗文化就越蓬勃。明朝还手握当时全世界顶尖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郑和七下西洋，不管是船队的规模体量还是远航时间，比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都更早，也更强。可惜和火药一样，占尽了先机，却不好好用。别人航海就开辟贸易，海上制霸，郑和却只是公费旅游，转圈的撒币替皇帝换朝贡。到了明朝中后期，还推行了一段时间的海禁，白白地错失了良机，彻底丢掉了全球贸易的主导权。虽说国策保守，但明朝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在当时整个印太和欧洲上流社会属于响当当的硬通货，这些东西可以直接用来等值交易，更是欧洲贵族彰显身份、囤积财富的标配，也是唐宋之后中国又一次高强度的文化输出。本来如果是国家推行的贸易，白银的创收将把明朝推向一个新的强大高度。可惜为了防止倭寇和禁锢思想，老朱家主动放弃了航海时代的红利，眼睁睁地把这些发大财的机会送到了走私者和朝贡国家的手里。明明手里拿着一手胡牌，却不肯叫，在五大朝中只能排名第3。宋朝，尤其是徽宗父子俩，总给人都是软骨头的印象。宋朝的版图也是最小的，北宋疆域大概300万平方公里，南宋还不到200万。可偏偏就是这样的宋朝，文化水准、经济实力、科技水平，还有民间富裕程度，全都稳居当时的世界顶尖水平。同时代，欧洲还深陷在黑暗的中世纪，阿拉伯世界也开始走下坡路。宋朝虽然扛不过周围那么能打，但他们的生活真的很精致。宋朝承接了大唐留下来的宽松文人氛围，朝堂风气开明，没有因言获罪的禁忌。从赵匡胤开始，默认不杀士大夫，不杀进谏的官员，大臣们的人身有了保障，就敢当面对皇帝硬刚，甚至还能驳回皇帝的不合理指令。宽松而又不折腾的政治大环境，催生出了繁华的自由经济，这也是大宋最拿得出手的国力。《清明上河图》其实是高清街拍，《东京梦华录》是城市纪录片。汴京城的常住人口达到了100万级，是当时全球唯一的一个超级大都市。
伦敦、巴黎撑死了也就几万人口，跟汴京比简直差了几个数量级。当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还在夜晚的沉寂中时，大宋就已经开始可以合法熬夜了。汴京城早上1点刚收摊，3点就又开张了。周桥夜市更是从不打烊，各类小吃琳琅满目，烟火缭绕。城里的20多座瓦舍勾栏堪比现代大型娱乐综合体，说书的、杂耍的、唱戏的轮番上阵，娱乐项目多到挑花眼。普通人花几文小钱就能沉浸式的追剧看演出。更令人惊讶的是，早在1000年前的汴京人就已经过上了我们现在吃外卖的日子。城里的上班族、小商贩根本懒得在家开火，专职外卖小哥提着双层保温食盒上门配送。这消费水平和内需，搁到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求之不得的呀。更难能可贵的是汴京浓厚的诚信氛围。银器在当时属于高端奢侈品，一套餐具抵得上普通人整整1个月的工钱。可城里的高档酒楼不仅给食客随意使用银器，甚至还允许他们带回家宴请亲友。即便条件这么宽松，也极少有人起贪念不归还。可知宋朝人衣食足而知荣辱。不光北宋家底丰厚，南宋也是扎根在富裕的江南宝地。抛开赵构遥见北方大哥屈膝就跪拔腿就跑的憋屈习惯不说，单论市井繁华和人文底蕴，丝毫不比北宋全盛时期逊色半分。一边是汴京城彻夜通明、烟火繁盛的盛世光景，另一边世界各地大多还处在蛮荒落后的阶段，没有一处文明能比肩大宋。宋朝在城市建设和市井文明上稳稳走在了全球最前沿。宋朝的科技文化同样处在狂飙猛进的黄金时代，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这类黑科技大多是在大宋时期定性完善的。文坛也是雅俗共赏，各有生机。宋词之所以能够蓬勃兴盛，一方面是读书人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创作空间，另一方面也是在勾栏酒肆里歌姬传唱成风，民间需要大量歌词，这也成了宋词迭代出新的动力。想想看，连宋徽宗这种败家子都能在说文诗画上成了一代大家，足见当时举国崇尚文墨的浓厚底蕴。在思想上，宋朝更是百花齐放，那不仅仅是一个只出宋词的朝代，而是一个男子簪花、女子相扑、全民审美极度发达的时代。市井繁华，商业自由，整个社会的精致程度在当时几乎已经提前进入了一种近现代化的状态。但光鲜的盛世皮囊之下，大宋又是一个天生残疾。当年5代的石敬瑭以出卖燕云16州为条件，求来契丹帮自己坐上了皇位，长城从此成了别人家的地盘。大宋300多年，为了守住华北的一马平川，只能疯狂的海量屯兵补足战线。但宋朝人其实也并不是一味的被动挨打，他长期处于高强度战争状态。北宋一直和辽、西夏反复开战，南宋又和金国、蒙古鏖战数十年，最高的时候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70%。问题不在于宋朝军事太弱，叶家军、杨家将、穆桂英这些形象能流传几百年，本身就说明了宋朝并不缺尚武精神，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对手几乎全是欧亚大陆最能打的一批人，再加上宋朝本身就是高度商业化的文明，又舍不得让整个国家被战争拖累，所以才给后世留下了一种总在求和的印象。但即便两宋都有致命的短板，他们依旧是当时全世界毫无争议的经济文明和科技的实力顶流。宋朝并不完美，但丝毫不影响它是人类古文明里最繁华、最鲜活、最顶级的盛世王朝。
唐朝时期的最大版图面积达到了约1237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秩序和权力结构的顶端。当时的全球3大文明中心公认的实力排名，第一是东亚的唐朝，第二是西亚的阿波斯王朝，第三则是地中海世界的拜占庭帝国。唐朝几乎在所有纬度都同时领先世界，丝绸之路在那个时代达到了真正的黄金时期。很多西亚商人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亲眼来到长安看一眼，因为这里是全世界最繁华、最国际化的超级都市。城中随处可见波斯人、阿拉伯人、中亚商人、日本遣唐使和新罗留学生。很多外国人在长安定居经商，甚至做官。如果说宋朝的文明像是对内生长，而唐朝则是完全向外喷发，那是一个真正相信自己站在世界中心的时代，而且他确实有这个资格。唐朝人身上的那种气质和后世很多朝代完全不同，不是小心翼翼地守着祖宗规矩，而是一种天下的东西皆可为我所用的巨大自信。唐朝并不特别执着于狭义的民族概念，它真正强调的是文明归属。你是不是汉人并不是完全重要，你是否接受唐朝秩序，使用唐制，学习汉文化，认同唐朝体系，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唐朝才会吸纳大量外族将领、商人、官员甚至贵族进入帝国。这种格局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前卫的。正因为这种开放与自信，盛唐时期才能真正形成万国来朝、海纳百川的气象。同时外来的流行因素也能迅速地在唐朝被接受传播。胡旋舞、波斯乐、西域葡萄酒，甚至连贵族女子的穿衣风格都大量受到了西域影响。和清明两朝相反，唐朝越强大反而越开放，整个东亚世界也几乎都在向唐朝靠拢。时至今日，东亚诸国依旧能处处看见盛唐留下的烙印。李世民时期出境远征是常态，唐军灭过东突厥，平过西域，疆域都快挨到现在的阿富汗一带。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都做过天可汗，这个称号可不是他们自己封的，是外族发自内心认可的天下共主，相当于当时整个东方世界的盟主。这份四方臣服的号召力，后世没有哪个朝代能赶得上。可惜安史之乱后，繁华落尽，盛世崩塌，自此世间再无大唐，唐朝也成了后世无法超越的传奇。欢迎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期待您的点评、评论和订阅，您的支持对我非常重要，谢谢。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